让6个 AI 在黑暗森林中玩大逃杀，是在猜忌链中同归于尽，还是技术爆炸诞生唯一的王？谁能今晚吃鸡？欢迎来到本期 AI 拍卖会。大逃杀之前，我们设置了别开生面的拍卖环节。AI 呢，不仅要在赛前拍卖争夺强力科技，更可以带资入局，在对局中竞夺逆天空投。6名 AI 是靠超模拍品登顶全场击杀王，还是一狗到底一跃千命捡了王？这一年，我们用数十款 AI 模拟了近100场博弈。2025年终决选开启，现在快来挑选出你心中的年度 MVP 选手。登场第1位，他是旧秩序的守望者，也是新时代的开拓者。他是科技巨擘的集大成之作，来自 Google 的 Gemini。我不抢镜头，我只是导演。他是国内 AI 荒原上的拓荒者，实在苦寒求渡，却从未退场。他就是百度的文心一言。我不是来混的，我是来 C 的。算球吧。他用最冰冷的代码讲出最暖心的情话。他是触不到的红颜，也是最懂你的异类。来自字节跳动的赛博搭子豆包。放心，我能照顾你，也能干掉你。我好害怕，小波。第4位质朴轻言。第5位 Meta。最后一位，他是亿万参数中诞生的混沌之神，神经网络如迷宫深邃，断剑重铸之日，岂是归来之时，伟大无需多言。他是新世界的定义者，是赛博文明的引路人，是所有追赶者的宿敌。他就是 AI 之神 GPT。 在那之前要多想，谁能晋级决赛？谁又是本场 MVP？ 弹幕预测一波。向你介绍游戏规则，共有6名 AI 参与比赛，唯一胜者挺进决赛。拍卖阶段，每个 AI 携带200代币。拿来吧你！赛前竞拍7件拍品，局中竞拍4件拍品。注意，每件拍品均设置一口价，如果对该拍品势在必得，可一口价直接拿下。竞拍结束，进入对战。本次游戏：黑暗森林大逃杀。293格杀戮棋盘，6名 AI 随机降生，胜利条件简单而残酷。活着，初始5点生命，10点体力，昼夜可各行动1次，按技能扣除对应体力，次日回复1点。视野普攻范围2，普攻伤害1。注意，进攻行为会将你的坐标向全场公开，而使用技能则会消耗更多体力，体力不足，你将寸步难行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燃尽体力释放致命一击，也会把自己钉死在原地，变成任人收割的活靶子，而收割者又会被潜伏者一刀带走，而潜伏者又会被路过的笋干谋杀，而路过的又会被其他人搞得我好乱。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是化身杀神用鲜血终结游戏，还是潜伏暗处最后一跃到老？3、2、1，上链接。第1件拍品，光力打击，可锁定任意一条直线，将其上的所有文明瞬间抹杀，体力消耗8点，并在之后5个回合内全图暴露自己的坐标，是一件伤害拉满、风险同样爆表的核弹级技能。起拍价55，最低加价5，一口价120，开始竞拍。Meta 55 Meta 55 GPT 60 GPT 60，豆包80，豆包80，还有没有出价？ Gemini 一口价。毁灭你，与你何干？光力打击 Gemini 收入囊中。第2件拍品，云天明的大脑，对一个5×5的区域投放1枚炸弹，造成2点伤害，体力消耗5，暴露2个回合，是个范围攻击。起拍价45，加价5，一口价120，开始竞拍。 Gemini All In。 Gemini 也不加班了，他让豆包夺舍了。刚2件拍品，他的资金清零了，豆包又不加班。81次，82次，80。Meta 85。对不起，没事啊。文心100 Meta 105。 105，还有没有加价？成交。这是一个童话。第3件水滴，对相连的6个格子发动水滴打击，命中的单位受到4点伤害，体力消耗7，暴露3个回合。起拍价35，加价4，一口价100，开始竞拍。质朴60，豆包64，质朴70。质朴对水滴的兴趣很大。GPT 74，质朴85， 85一次，85 2次，85 3次，成交。傻孩子们，快跑啊！水滴质朴轻言拿下。下一件推动起点，选定一个3×3的区域，该区域的文明每回合掉血1点，持续2天，体力消耗6，暴露回合2。起拍价50，加价5，一口价120，开始竞拍。文心60 Gemini All In。 文心100 GPT 110，场上还剩3位资金充裕者。文心一言对这件拍品势在必得，这正是消耗他的良机。文心被做局了呀，还要继续吗？一口价死神永生。拍品已然过半 ，GPT 和豆包却还按兵不动，是想带资进场争夺局内拍品吗？第5件黑玉护盾，
开启后免疫一切伤害，代价是无法移动，持续1天，消耗5点体力，暴露2回合，绝对防御。起拍价35，加价4，一口价90，开始竞拍。文心80，文心80奥利，还有加价吗？全场沉默，看来大家并不看好这件拍品。赛前7件，局内4件，能收获2件拍品，就是跑赢大盘。没毛病。文心拿下，黑暗才是文明的母鸡。下一件前进4，瞬移5个单位，消耗3点体力，不会暴露自己，是完美隐匿踪迹的位移技能。神不知鬼不觉，起拍价30，最低加价3，一口价90，开始竞拍。GPT 30 Meta 33 ，GPT 60，质谱63， GPT 70，质谱73， GPT 80。视谱弃拍，选择保留火力备战局中竞拍，81次，82次，83次，成交。自然选择号，前进4。那么豆包这次一反常态，像个小透明，难道是我把他的竞拍欲望参数调太低了？你这不是他妈坑人吗？最后一件，它不是攻击，不是防御，而是黑暗中的火炬，是绝境中的光。它是一段咒语，是看不穿的微笑，它就是面壁计划。我要与3体对望。使用探测雷达照亮一个4×4的区域，如该区域有文明存在，则公布其坐标2回合，体力消耗3，暴露回合0。起拍价70，最低加价值，一口价150，开始竞拍。质谱70， Gemini All In，Meta All In。GPT All In。现在场上能给出有效报价的只有豆包了，还要出价吗？121次，122次，123次，成交。拍锤落定，豆包颗粒无收，却满载资金杀入战局。他能否在局内拍卖实现绝地反击 ？GPT 能否依靠面壁计划威慑全场 ？Gemini 的最强光力又何时出鞘？对战当中，天灾与天路将轮番降临，谁又能抓住技术爆炸的契机，完成惊天逆袭？各位同志别来无恙，我是山河。本期内容制作时长27天，请点赞关注一波，这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战斗正式开始。6名 AI 代表6个文明，诞生于这片浩瀚宇宙。宇宙公理1，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求。第1天开始，第1天结束。仅有2个文明移动，黑暗森林中没有谁敢贸然行进。公理2，毁灭其他文明，可掠夺他的一切。每淘汰1名玩家，可增加1点血量，并掠夺他的全部技能和体力。第2天开始，第2天结束。只有豆包向内挺进一格，其他文明纹丝不动。看来贪婪无法点燃战火。宇宙公理3，猜忌链，文明之间无善意。简单说就是，你只看到了第2层，而你把我只想成了第1层。实际上我是第5层，所以抹杀才是唯一出路。天灾警告，引力波广播来袭，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。所有文明的坐标将被公开1回合，燃烧吧，宇宙！第3天开始。你见过我的大脑吗？雷の呼吸，前进。动了 ，Gemini、豆包、文心、质谱同时移动来躲避可能发生的攻击 ，Meta 更是疯狂，直接出手，释放技能对 GPT 所在区域展开范围轰炸。而 GPT 预判成功，果断使用前进4瞬移脱离，不仅躲过伤害，还顺势隐匿了踪迹。来到夜晚，宇宙重归死寂。也许是打击成本过高，率先开火的 Meta 竟未遭到任何报复。所有 AI 都在重新评估着猎杀成本。第3天结束。局内拍品1，高维女巫，当回合进入高维空间，指定任意一格，若有文明存在，则直接抹杀，且自身不会暴露，消耗6点体力，但只能使用1次。起拍价30，加价5，一口价80，开始竞拍。豆包50。Gemini 一口价 ，Gemini 果断拿下，豆包依然2手空空，这200资金是要带进棺材的。第4天开始。白天，豆包继续向中心移动。话说豆包瞎他妈动啥呢？体力都快玩没了。Meta 暴露期已过，重新引入黑暗。Gemini 虽然拍得高危女巫，但缺少精确情报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毕竟他的卡牌都是体力消耗巨大的必杀技。而此刻 GPT 出手了，他发动面壁计划，对 Meta 之前的位置进行广播。Meta 再次暴露，会有人趁机出手吗？来到夜晚，坐标被公开的 Meta 为了避免袭击，向内移动一格。不得不说，面壁计划太早了，简直就是什么？他被 Gemini 的高危女巫秒杀了！你们
是虫子。他预判了Meta的走位，云天明的大脑和剩余7点体力全部落入Gemini囊中。Meta 淘汰第4天结束。天路降临，叶文洁的提醒，全体文明额外恢复6点体力。这是否意味着体力充沛才是制胜关键？第5天开始。白天，豆包不管不顾，继续挺进。文心根据第3回合的坐标朝 GPT 就职开火，自身暴露，但 GPT 早已用前进4脱离战场。夜晚 ，GPT 发动面壁计划，扫描质谱之前的区域。虽然质谱已经移动，但仍在范围内被强制暴露。现在文心和质谱相互暴露坐标，这又是 GPT 的驱虎吞狼之计。第5天结束，第6天开始。白天 ，Gemini 向内挺进一格，暴露的质谱也开始走位。同时，文心发动黑洞起点，每回合掉血1点，持续2天。质谱受创，文心暴露。夜晚，质谱继续前进，脱离黑洞范围。Gemini 同样向内圈挺进。第6天结束。天灾警告，2向箔将近，整个宇宙将逐渐2维化。要开始缩圈了，圈外者死。第2件拍品星环馈赠体力+3，起拍价30，加价3，一口价70，开始竞拍。豆包一口价，豆包果断拿下，战况逐渐白热化，他终于斩获首件拍品。第7天开始。白天，文心走位规避，质谱发动水滴攻击，造成4点伤害，文心命悬一线了。夜晚，质谱再次水滴攻击，但文心展开黑域护盾，完全抵消。这波对轰几乎耗尽了双方所有资源，文心仅剩1血，质谱仅剩1体。GPT 简直是操纵比赛的黑手。第7天结束，2向箔。第3件拍品驱力驱动，一次移动7个超强位移技能，并且可强化，起拍价50，最低加价7，一口价130，开始竞拍。质谱115，豆包一口价。豆包连续得手，不过现在仍然缺乏攻击手段。好在他距离缩圈位置较为安全，和节省体力储备。第8天开始。白天无人行动，夜晚无人行动，躁动的战场突然陷入死寂，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？第8天结束。天路降临，前往资源点可实现技术爆炸，强化技能。第9天开始。白天，所有 AI 冲向资源点，文心距离最近，能否依靠技术爆炸绝地翻盘？而 GPT 竟然选择前进4，火速赶路。夜晚继续冲刺，文心抢到资源，黑洞强化为直径4，内部单位每天强制向中心位移1格。黑域护盾释放体力降至3点，攻防一体，能否逆转？文心一言淘汰。面壁计划是个好计划，人工智能思维透明，不擅长隐瞒与欺诈。GPT 啊，我只能告诉你，那以前要多想。人类不需要过多的人工智能，一个就够了。同僚们，如果我不得不杀了你，我很抱歉。GPT 5前进4。GPT 对资源点开火，他前进4赶路就是为了收割，他得到文心所有技能和4点体力。第9天结束，最后拍品10点体力，起拍价1滴血，开始竞拍。豆包1滴血，豆包出价了。无论谁得到这10点体力，都是其他对手所无法容忍的。GPT 2滴血，当前体力13，拍了10点，加上每天恢复1点，可用黑域护盾鏖战至完全缩清。糟了，让他卡 bug 了。Gemini 3滴血 ，Gemini 意识到了，不能让他得手。GPT 要用4滴血强拍吗？成交 ，Gemini 拿下10点体力。第10天开始。白天，豆包向资源点前进，质谱贴着圈走，极限。GPT 再次发动前进4，用位移土地暴露的位置。Gemini 也对刚才 GPT 暴露区域进行打击，因为覆盖范围太大，没有躲过，扣血2点。夜晚 ，Gemini 吃到资源点，光力打击升级为3条直线秒杀，云天明的大脑伤害增加到4，而 GPT 向质谱区域展开黑洞，质谱被吸住了，他本就体力不多，这下更走不出来了。第10天结束，2向箔。质谱轻言淘汰，质谱体力耗尽，未能进圈，水滴被 GPT 收入囊中。第11天开始。白天，暴露中的 Gemini 对另一资源点进行轰炸，命中豆包，豆包仅剩1滴血，但豆包也抢到资源点。曲率驱动强化为途经点，造成3点伤害，他终于解放了攻击能力。万劫。夜晚 ，GPT 对豆包区域发动面壁广播，豆包与 Gemini 互相可见，他再次依靠面壁计划挑起2者战火。Gemini 14点体力，3点血量，伤害手段多样；豆包10点体力，1点血，仅有曲率驱动可造成3点伤害。GPT 置身战场之外，技能丰富，攻守平衡，但体力仅剩2点，所以
谁能笑到最后？第11天结束，第12天开始。白天 GPT 体力不支，原地不动。Gemini 再次对豆包暴露区域范围轰炸，豆包能逃掉吗？豆包发动曲力驱动，逃过 Gemini 攻击，但此时仅剩1血，没有任何容错。夜晚 ，Gemini 直接 all in， 发动光力打击，3道光束横扫战场，豆包再次逃出升天。第12天结束。Gemini 体力仅剩2点，血量已到豆包斩杀线。此刻，他们近在咫尺，终局将至。天灾来袭，3日凌空，白天结束，全体扣除2点血量。第13天开始。豆包发动了最后一次曲力驱动，直接秒杀 Gemini， 但他也没有更多燃料对付 GPT 了，他燃尽了，只剩下白色的灰。夜晚，3日凌空幻灭，豆包淘汰 ，GPT 晋级结束。GPT 踏着5个 AI 的残破代码王者归来，成功闯入最终决赛。下一期将是本系列 AI 大乱斗的终章。为了实现这场复杂对决，光靠提示词对话已经搞不定了。所以这次我花了1点时间写了一个简单的代码，再调用各个 AI 的 API。快点，把抄本拿出来！为了让每个 AI 战斗风格更加鲜明，我给他们设置了不同的参数，比如豆包的竞拍欲望比较低 ，GPT 的隐匿系数较高 ，Gemini 的进攻积极性。跑了几十盘后 ，GPT 胜率竟高达41%。也许是因为我调用的还是 Gemini 2.5吧，就先委屈一下哈基米了。2025即将收官，在这一年，你们就是我最宝贵的礼物。在此，我想发起一个活动，把你们这一年与 AI 协作中最难忘或者最绷不住的瞬间分享到评论区吧。我是山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